好的，这台仪器的话呢，主要是用来做防水等级 IPX8 的一个测试。然后像一些长条的灯具手电筒还有一些连接器这些样品都可以通过这台仪器来进行测试。它模拟一个0到30米的一个水压的环境，来检测样品在不同深度下的一个防水性能。那么这台机器它的一个尺寸的话呢，内径是500，高度的话呢是1.2米。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还有一台机器原理是一样的，都是通过这个空气加压来模拟一个水深的一个环境。像这台机器的话呢，它的就大一点，它的内径是600，高度的话呢也是1.2米。这个是250升的，这个是350升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台机器的话呢的材质全是用304不锈钢的一个材质，所以的话呢用料是很扎实的。然后像这台机器它能做到最高做到50米的一个水压环境，这台机器是30米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电控箱我们主要在这里设定一个试验压力，然后设定好时间，将样品放进去做好密封，我们就可以启动测试了。由于这个内高的话呢有1.2米，所以的话呢其实它也可以用来做 IPX7 的一个试验等级。像我们在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有做一个水位的一个管子，现在的话呢可以看到这个水位在这个位置然后这里有配了一个水位的一个标尺，所以说像 IPX7 的话呢，它是进水深度是1米嘛，那么我们这个内高是1.2米，所以的话呢是完全能够满足的。因为这个盖子它比较重，所以我们在左右两边都是配了这个气缸的，来将这个盖子顶起来。整个的操作的话不是很复杂只有一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说这个锁盖子的时候因为要保证这个安全性嘛，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是用这个螺丝来这个拧住的，所以的话呢就这里稍微要花一点点时间，其余的话呢就是比较简单好的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设备的一个功能。这个是模拟30米的一个水压的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设备的一个简单的功能。像这里的话呢，我们配了一个压力传感器。这个水压比如说你想设置5米、10米、20米、30米，是通过哪里来设置的呢？就是通过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是通过气压来模拟一个水压的一个实验环境。像现在加气的话呢，我们如果要做10米的水压，我们可以设置这个压力到0.1兆帕然后这个测试时间是可以进行设置的，最高可以设到999小时。那么这个时间的话呢，单位也是可以调的分钟、秒钟和小时这个单位是可以选的。根据您的一个实际的设置需求来定。然后这个是电源键启动键，这里的话呢是有一个气缸的开关，这个地方我们做了一个罩子就是说将这里松开之后，我们可以拧动一下这个地方，然后的话呢拧起来。然后我们这个使用条件给大家讲一下，电源我们配的是220伏的一个电源线，然后这个线长大概是1.5米。然后我们的进水的话呢是在这个设备的一个底部然后是4分的一个水管需要现场配一个气源的气嘴是巴黎的实验条件的话呢就是水电气这3样要具备。然后还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有的客户他想要通电来测试，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这个顶部的话呢有做一个穿孔锁线装置。这个线径的话呢是根据客户的样品可以去定的就比如说你的线径是10毫米，那么我们就钻一个10毫米的孔在这个顶部，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将您的这个线从里面穿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实现通电的测试。好的，那么由于这台仪器的话呢它是通过气压来模拟水压所以有很多用户的话呢会担心这个使用的安全性这一点上面我们也做了几点保证。那首先第一个我刚刚说过的材质，我们用的是
304不锈钢的一个材质，这个厚度我们是经过认证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用的这个螺丝的话呢，是能够很牢靠的能够把这个密封住。然后第三一个的话呢，是我们这个压力的传感器啊，它有一个上限值，就是说，比如说你做一个10米的一个测试，那么我们在设置这个压力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设置到0.1左右。它加到0.1的话，它就不会再往上升了，它有一个稳压的一个效果。然后第4一点的话呢，是我们在这个顶部，我们有做一个安全阀。安全阀呢，它有什么功能呢？就是假设我的压力传感器它也失灵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气压它一直在加到安全阀的一个量程之外，那么安全阀它就会自动弹起来，将里面的气压给它卸掉。这样的话呢，能保证这个气压不会进行一个过量的一个超压，能保证一个测试的安全。好的，另外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设备的底部做了一个这个3角的一个斜撑它能降低这个设备的一个重心。像现在这台机器，我们加水只加到这个20的一个刻度我现在这样去用力的去是搞不动的特别是如果说您加水加到这个80、70这个设备的这个是基本上是很牢靠的不用担心说它都会倾倒呀，怎么样的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给大家再总结一下，这台仪器的话呢，主要是用来做 IP_8的防水等级测试，然后它也满足 IP_7的试验要求但是的话呢，大家是看不到里面的一个测试情况的，这是一个小小的弊端。那么这台仪器的一个情况就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这个防水测试设备感兴趣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感谢大家。